这个吊柜打了4颗螺丝，现在我站起来能撑得住我要下到另一边去打螺丝。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，在网上接了一单浴室柜，和洗衣机套在一起的。这种柜子在拆包装的时候，我要向天祈祷，千万不要有破损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看一下客户家这个洗衣机已经装上了，装的也真是奇葩。在浴室柜的这地方呢，师傅给装了一个水龙头，然后把洗衣机就接上了。哎呀，燃气热水器的师傅也留了一个。你们猜一下我现在的心情，看来今天注定是要干一个顺便的活了。洗衣机的下水管这样也不行，得做一个防臭处理。洗衣机先挪出来，把这个水龙头就拆掉了，这里要装一个2出水的脚阀。这是安装燃气热水器的师傅丢下的，说到时候装浴室柜的师傅来了，让他顺便给装上。好吧，我给顺便装上。这个管太长了，我也没有带切刀的，只能给它折个弯。大家觉得这样行不行？还得顺便给师傅找一个胶垫，师傅只给留了一个。这种活呢，你干了不知道是替谁干的，你不干吧，业主还觉得哎，这人这么小气。搞了半个小时，终于可以干我的活了。现在这块侧板底部装上2个地脚螺丝，把上面的泡沫给搞掉。地脚螺丝向下，这块板呢就装在洗衣机靠墙这一边。然后我们开始平行测量，把这个螺丝调好了。调好之后呢，就开始计算这个尺寸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考验一个师傅的经验了。安装这种柜子呢，尺寸都是倒着推的，一步一步你把这个尺寸推出来。倒推这个尺寸的时候呢，要算上沿板的厚度和立板的高度，然后我们再把台盘的厚度和柜体的厚度都算上，然后再定位。这是我找出的位置。用我们的支撑器放到这个位置，先把柜体放上去，开始定位打孔。同款支撑哪里有？小米橱窗走一走。正打算要画孔了，才发现厂家把这个角码给装反了。我说怎么找了半天找不到孔，重新反过来。不对，现在还不能画孔，我们要把洗衣机的侧板有2块拉板，这2块拉板先组装起来，要不然尺寸有偏差。现在我们把柜体和这个拉板靠在一起，这个时候我们画孔就对了。记号笔我都准备好了，才发现这个孔原来没有打通。我先把这个孔给打通。画好孔，柜子先放到一边。现在我们开始打孔，这是普通的瓷片砖，用3角钻头先打一个洞，然后冲击钻直接往里打。这是厂家带的膨胀螺丝，这个螺丝呢看起来不错，但是这种空心砖完全不能用，我只能给它准备我的螺丝了。平时干活积攒下来的螺丝全部都给这种浴室罐用了。螺丝拧好了，支撑器拿掉。这个吊柜呢，一共打了4颗螺丝，1.1米的吊柜，我站上来是没有问题的，干个活儿翻山越岭。这2块拉板还没有固定螺丝呢，怪不得业主要提前买洗衣机。我发现这个洗衣机如果是装好浴室柜，它还不一定能进得去。单盘的为什么厂家拿了一个2合1的下水管？搞错了吧？现在我们把洗衣机推进来，把这个上水管呢给它接上，下水呢也给它做了处理，用那个泡沫塑料布给它缠上堵住了。但是看这个位置好尴尬呀，这个洗衣机都有点压这个下水管，这样可不行，不是长久之计呀。这个地脚螺丝呢要给它调高一点，别把这个管长时间给压坏了。这个地脚螺丝重新往高调的话，对这个安装会不会有影响呀？人家师傅来了都是已经接好水、通好电，都试过了。不过这一切都是这个大哥操作的，我只是辅助把这个洗衣机给它搬起来吞进去。如果后期使用有问题，可跟我没关系啊，大哥。
哎，这样挑起来以后，这就好多了，最起码不压管。洗衣机的盖子呢也刚好能打开了，刚才和这个马桶还有点碍事儿。现在可以上台面了，这得小心翼翼，左边有门套，右边有洗衣机，不能磕，不能碰。大哥都说了，你这个活不好干。其实干到这里，不好干的活都已经干完了，剩下的这些活呢，相对都比较简单了。这边有一点缝儿，扣上这个挡水条刚刚好。这是一块镜子，不是镜柜，挂镜子相对比安镜柜要简单很多。镜子分中，找出挂钩的位置，然后确定好高度，直接打孔。挂镜子只要不是满墙的镜子，相对来说都是好挂的。满墙的话容易磕碰蹩脚。这个灯不错，随手一挥，一亮一灭。安装下水器呢，个人习惯还是在丝口和胶圈上打点胶，这样保证万无一失。最后一个小侧柜了，装好这个侧柜就齐活了。安装这个侧柜呢，它是和镜子安装一样高度，这个也是要自己提前开孔的。具体的安装比例呢，可以参考业主手机的效果图片，这个不要自己定位，万一客户不满意就麻烦了。最后的步骤就是打胶，车板上打点胶，我们把这个板扣上去，然后其他的部分呢都是封胶处理。挡水条上呢，我都是点个4、5点胶就可以了，我也不敢弄得多，因为这个东西要拆的话那太难了。打完胶试一下水，哎，没有问题，我们把这个抽屉呢装回去。这个镜子真的是一个亮点，随手一挥就亮了，哎，随手一挥又灭了。告知客户使用注意事项，这个活一共干了2个半小时，按我预估安装差不多2小时，也在正常范围之内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